探索一下公元4世纪，有位特别传奇的人物叫葛洪，还有他写的《抱朴子》那篇里的第一篇《唱玄》。对，葛洪、抱朴子，这个唱玄啊，得先说那个时代背景。好，你得想象一下，魏晋时期那真是个乱世。哎，兵荒马乱的。是啊，什么八王之乱刚过，永嘉之乱又来了。书上说那会儿真是人命如草芥，太惨了。所以在那种时候，活着本身就已经是最大的愿望了吧？可不是嘛。所以啊，那个长生的想法就特别吸引人，成了很多人的执念。我理解了。那当时的思想界，像儒家、玄学什么的，能给人们这种希望吗？好像都差点意思。你看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乱世里，这个有点远水解不了近渴，对吧？确实顾不上那么多了。然后是玄学，那些名士天天轻谈有啊无啊，变来变去，但解决不了实境的生存问题，比较务虚。对，还有刚传过来的佛教讲轮回，说有来生，但这对于那些就想这辈子不死的人来说呢，吸引力好像没那么直接，感觉都不太对症。就在这个时候，葛洪这个人出现了。他本来是官宦子弟，后来家道中落了。他呢就潜心研究当时挺流行的那些神仙方术，炼丹、养生这些。对，就这些。但他觉得这些东西啊，要么在民间就是一些土方子，要么在贵族那儿就是玩票性质，不够系统，也不够让人信服，缺个理论基础。所以他想干票大的。没错，他要给长生不死这事儿建立一个坚实的，可以说是哲学上的地基。所以他写了《抱朴子》。抱朴子我知道，分内篇和外篇。对，外篇主要还是讲儒家那套怎么处世，但内篇呢就是核心机密了，专门讲神仙方术，讲长生。那唱玄作为内篇的开篇，肯定地位特别重要，非常关键。唱玄的核心任务就是要论证一件事儿，这个长生啊，不是瞎想，也不是跟老天爷对着干。那是什么？它是可能的，因为它跟宇宙最根本的那个源头，葛洪管它叫玄，是连着的。追求长生其实是回归到生命最本源的状态。有意思啊，把长生和宇宙本源联系起来。那今天咱们就得好好解密一下这个玄了。对，它到底是啥？宇宙和生命怎么来的？我们又能从中得到点什么启发，让自己的生活更有掌控感，甚至活得更久、更快乐点儿？好，那咱们就开始。葛洪一上来开篇就点题了，怎么说的？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这句话就是理解唱玄的钥匙。玄者，自然之始祖，万殊之大宗。听着就挺厉害。自然应该就是指宇宙万物吧？对，就是天地万物。始祖，那就是最早的源头。没错，玄就是万物最初的那个根儿。关键是它自己就在那，不是谁创造出来的，自由拥有。那万殊之大宗呢？万殊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对，殊就是不同，形形色色、千差百别的事物，不光是什么山川河流、花鸟鱼虫，包括你我，最终的那个总根源、总老板就是玄。我打个比方，不知道对不对啊？如果宇宙是个巨大的计算机程序，那玄是不是就是最底层的那个源代码？哎，这个比喻特别好，就是那个意思。宇宙的源码。那这个源代码本身有啥特点呢？听你刚才说的，好像无所不能似的。葛洪却是给它赋予了非常超乎寻常的特性，咱们可以总结成3个超能力。哪3个？第一个，它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超越时空怎么讲？葛洪说它其高则灌溉乎九霄，比天还高；其旷则笼罩乎八域，比地还广。就是说，它能无限大，哇！但同时呢，它又能无限小。渺昧乎其深也，故称微言；绵茂乎其远也，故称妙言。深不可测，远不可及。小到什么程度？小到能进入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无处不在。又大又小，无处不在，还挺难想象的。
而且它还永恒。对，无始无终，永远存在。这是第一个超能力。好，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它是宇宙的动力源泉——引擎。动力，葛洪形容它光乎日月，迅乎电池。比太阳、月亮还亮，比闪电还快。对，你想想，1700多年前，他就敢这么想，说有比光还快的东西。这个想象力太厉害了。而且啊，它不是静止不动的，它永远在运动，形态还千变万化，说而警示，像流星一样闪过，晃扬于渊城，像水波一样荡漾，纷飞而云浮，像云雾一样飘渺。所以，宇宙的运动、万物的生长，其实都是这个旋在后面推动着的。没错，它就是那个根本的驱动力。好，理解了。超越时空还是动力源？那第三个超能力呢？第三，它超越了我们通常理解的对立。对立，比如硬和软，我们觉得东西要么硬要么软，对吧？但葛洪说，旋，金石不能比其刚，暂露不能等其柔。哇，比金刚石还硬，又比露水还柔和，这怎么可能呢？这就是旋的奇妙之处，它超越了这种二元对立，既至刚又至柔。而且啊，它没有固定的形态，方而不举，圆而不规，你没法用尺子去量它。它来无影去无踪，来烟抹剑，往烟魔吹。既刚又柔，还没个定型，来去自如。这三个特点确实解释了它为什么是始祖和大宗。那理解了这些，是不是就能明白长生的那个逻辑了？我看原文后面提到了有和无。对，这是关键。因照类而为有，托欠迹而为无。这句怎么解？意思就是啊，玄这个东西，当它显现成我们能看到、能摸到的具体事物，比如说一张桌子或者我们的身体，这个时候它就是有。有形的存在。但是，当它处在一种潜在的、看不见、摸不着的状态，比如说生命力、能量，这个时候它就是无。哦，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就是说我们的身体这个有形的东西，它会老会坏，对吧？对。但是我们身体里那种内在的生命力，那个无形的玄，它本身是永恒的。没错。所以长生的关键就是想办法把这个永恒的玄，也就是那个无的部分，尽可能的留存在我们这个会变化的身体这个有的部分里。哎，说的太好了，完全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葛洪整个理论的那个基石。打个比方，就像手机这个有形的硬件会坏会旧，但是给它供电的那个电，那个无形的能量，只要电源不断，就可以一直供应。对。所以给身体持续的充旋，理论上就能让这个身体保持活力，不容易坏。道理就是这样。这不就是一种怎么说呢？主动去把握自己生命的方式吗？而不是完全被动的衰老。把玄留住，这个思路有点意思。那葛洪是怎么描述玄创造世界的呢？原文那句挺长的，胞胎元一，泛注两仪，后面还有一串，听着像个创世的流程图。哈哈，你这个形容很形象，确实像个宇宙创世4部曲。哪4部？第一部胞胎元一，就是说玄像个母体一样，它最先生出来一个东西叫元一，也可以理解成宇宙最初的元气。元一像一锅混沌的汤？差不多，里面包含了后来万物的所有可能性，所有的种子都在里面。玄是妈，元一是最初的孩子，一个混沌体。好，这是第一步。然后呢，第二步泛注两仪。对，玄就把这个元一当材料，哐当铸造出了两仪，就是分了出了天和地，清阳之气上升为天，浊阴之气下沉为地。空间结构出来了，先有原料，再分天地。那第三步吐纳大使，古也异类，这是开始造东西了。是的，玄就像一个巨大的熔炉，又像是在呼吸一样，吐纳不断的输出能量，更新物质，然后激活元一里那些种子，古也把万物都给冶炼出来了。
花草树木、鸟兽虫鱼，还有人。对，包括我们人类。而且格洪特别强调，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不是说造完就完了。你看四季更替，生生不息，这都是玄在不停的吐纳谷野。他还认为人是万物里面最灵的，因为人体内的玄最纯粹。人是万物之灵。那最后一步呢？会玄四期，降成草昧。这最后一步啊，可以理解成玄在设定和调控宇宙的秩序。设定秩序。对，四指四季运行，七一般认为是北斗七星的运转。就是说，玄不仅创造了万物，还让他们按照一定的规律运行，比如春夏秋冬、星辰运转，最终塑造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有秩序的世界。降成草莓嘛，就是把那个混沌初开的状态，草莓给打造行了。明白了。从孕育元气到分化天地，再到创造万物，最后是建立秩序，这个过程很连贯。但是我还有个问题。你说？这个玄，它这么不停地创造、推动，它的能量会不会有用完的一天呢？宇宙发动机会不会没油了？哈哈，这个问题问得好，格洪早就想到了。他明确告诉你，不会。不会？对，他说，增之不易，依之不匮，与之不容，夺之不萃。这几句怎么理解？特别直白，就是说，玄这个能量啊，你给它增加再多，它也不会满出来；你从中取用再多，它也不会枯竭。无限能源就是无限能源，而且你给它东西，或者从它那儿拿走东西，都不会改变它的本质。与之不容，夺之不萃，它本身不会因此变得更好或更坏，它是永恒不变，而且无限量的。啊！这下我彻底通了，这就是长生那个理论的底气所在呀。没错。既然玄是无限的，那我们想办法去连接它，去保存它，就等于接入了一个永远不会枯竭的能量源。追求长生，就不是什么逆天而行，反而是顺应了这个宇宙最根本的无限本源。完全正确。所以格洪最后才得出那个结论嘛。哪句？故玄之所在，其乐不重；玄之所去，气必神逝。哦，这句，玄在就有无穷的快乐，玄走了，气必神逝。气是指身体吧？对，气就是身体这个容器，神就是精神、生命力。所以玄在你身体里待着，你的生命力就旺盛，就快乐。一旦玄离开了，身体这个容器就坏了，气闭，生命力也就消散了。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说的生老病死，在格洪看来，本质上就是我们身体里的玄在一点点流失的过程。既然这个玄这么宝贵，而且它本身又是无限的、永恒的，那问题来了，它为什么要流失呢？为什么要离开我们呢？是我们留不住它，还是它自己想走？这问到点子上了。葛洪的答案非常明确，不是玄自己想走，而是什么？是我们自己把它做没了啊！是我们自己？对，玄的流失不是它的本意，而是我们人类自己沉迷于各种世俗的享乐，主动把它给耗散掉了。他指出了好几类典型的耗玄行为。哦，快说说，这个得赶紧记下来，咱们得避开这些坑。好，第一类，过度使用感官。感官，眼耳鼻舌身，主要是耳朵和眼睛。比如听觉，葛洪说五声八音，轻伤流征，损聪者也。就是说听太多音乐，各种声音。对，过多的音乐享受不仅是伤耳朵那么简单，更关键的是，它会让你的精神向外跑，收不住。精神一外散，你身体里的玄就跟着往外漏。哦，精神外散会导致玄流失。那视觉呢？视觉也一样，鲜华艳彩，玉丽炳烂，相明者也。看太多鲜艳华丽的色彩会伤眼睛，这个好理解，但跟玄有什么关系？葛洪认为，不只是伤眼睛，更重要的是乱心神。你看那些过于鲜艳刺激的东西，会让你的心静不下来。等等，这个说法我突然觉得很有现实意义啊。
怎么说？你想，我们现在天天刷手机、看短视频，各种鲜艳华丽的画面，快速切换的信息，不停地刺激我们的眼睛和大脑，这不就是葛洪说的鲜华艳彩吗？嘿，你这个联想，是不是我们现在这种生活方式本身就在不知不觉地伤民，并且乱心神，从而导致了内在能量，也就是玄的耗散？这简直就是古代版的刷屏耗电警告啊！哈，你这个比喻太形象了。刷屏耗电，确实按照葛洪的逻辑，心神不定，就像一个装满水的碗，你不停地晃它，里面的水旋自然就洒出来了，守不住。有道理，这是第一类感官过度使用。那第二类呢？第二类，过度享乐。享乐，比如吃喝玩乐。对，比如厌安抑郁，轻牢房里乱性者也。就是说，通宵达旦的宴饮作乐，喝很多美酒，会乱性。这个性是指心性吗？对，就是指你内在那个稳定平和的状态。过度吃喝玩乐、熬夜、酗酒，不仅伤身体，关键是扰乱你的心性。心性一乱，玄就不安稳了，容易易散。还有更直接的吗？有更直接的，也更严重的，也容媚姿，铅华素质，法命者也。这是指沉迷美色。对，特别是指过度的房事。在当时的观念里，这会大量消耗人的精元，而精元呢，就被看作是玄的一种精华体现。所以说，法命等于直接砍伐你的生命。明白了，感官刺激，身体享乐，这都算耗玄的大头。还有第三类吗？有，第三类可能我们现代人更有体会，追逐名利。追名逐利也会耗玄？当然会。葛洪用了几个特别形象的比喻，比如操水珠以胆怯，拿着传说中价值连城的水猴之珠去打一只麻雀。对，为了那么一点点小利，打只鸟儿，损失了无价之宝。水珠比喻健康或生命，这是不是因小失大？太是了。还有登朽民以探草，民是绳子，朽民就是快烂了的绳子。爬着烂绳子去掏鸟窝，为了鸟窝里那点东西，冒着掉下去摔死的风险。还有泳吕梁以求鱼，吕梁是古代一个水流非常湍急危险的地方，在那种地方游泳捕鱼。这几个比喻简直就是在说我们现在的内卷和拿命换钱呢。可不是吗？为了所谓的成功、地位、财富，不顾一切的去争、去抢，把自己搞得身心俱疲。这种状态下，人肯定特别紧张、焦虑，永远觉得不够、不满足。对，葛洪认为，就是这种持续的追逐、争夺、焦虑、永不满足的心态，它本身就在大量的耗玄。就像一个漏水的桶，你晃得越厉害，它漏得越快；你的心越是焦躁不安，玄跑得就越快。所以，葛洪才警告说，世俗追求的这些东西，什么名啊、利啊、感官享受啊，都是假借而非真。对，都是暂时的、外在的、抓不住的，而且常常是乐极则哀急，至盈必有亏。得到的时候高兴，失去的时候痛苦。而只有那个玄，才是我们自己内在拥有的真正永恒的东西。没错，为了外在那些假的、暂时的东西，去消耗掉内在那个真的、永恒的玄，这笔账算下来实在是太不划算了。就是这个道理。好了，明白了，我们是怎么不知不觉把玄给做没的。那最关键的问题来了，怎么才能把它留住呢？怎么守玄？葛洪肯定有方法吧？当然有，他提出了一个核心的纲领，咱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守玄四不法。哦，哪四不？他说：夫玄道者，得之乎内，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气，此思玄道之要言也。得之乎内，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气，有点精炼。咱们一步步拆解一下。第一步，得之乎内。这意思是你首先得认识到，玄这个宝贝儿，它本来就在你自己身体里面，你得向内去找，不能光往外求。向内求，怎么求吗？葛洪推崇一种方法叫存思，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静坐冥想。静坐冥想。对，
静下心来，收敛你的心神，向内观察自己的身体，去感受那个内在的生命能量，也就是玄。你得先找到它，意识到它的存在，这是第一步。先向内看，找到自己身体里的那个电源开关，找到了，然后呢？第二步，守之者外。守外就是通过外在的行为来保护好这个玄，别让它漏掉了。怎么守？其实很简单，就是反着来。前面说的哪些行为耗玄，现在就尽量避免。哦，就是少点感官刺激，对，少听点嘈杂的，少看点炫目的。节制愿望，饮食有度，作息规律，房事有节，看淡名利。少争少抢，内心平和一点。葛洪认为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肥钝无用，移光山林，就是隐居起来呗。对，但他也知道不是人人都能做到，所以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关键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做到节制和保持内心的安静。内在找到了，外在去守护，这逻辑很清楚。那第三步呢？用之者神，用神，精神力量啊。对，就是用你纯粹的、专注的精神力量来驾驭和运用这个玄。当你的精神越是集中纯粹，这个玄发挥的作用就越大。有什么好处呢？比如可以提高你的专注力，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葛洪甚至说，修炼到高深境界的人能驾驭六气，寒暑不侵。用精神力来引导和放大身体里的能量，这有点意思。那最后一步，望之者气，这个境界听起来最高深了。气还是指我们的肉身。对，忘气不是说不要这个身体了，或者毁掉它，而是要超越身体的限制和束缚。超越身体的束缚，怎么理解？你想啊，我们的身体会感觉累，感觉疼，会懒惰，会害怕，这些都是身体带来的感觉和限制，对吧？确实。忘气的境界，就是你的精神力量足够强大，不被这些身体的感觉完全控制，不因为身体想舒服就放纵，也不因为身体怕疼就退缩。精神驾驭肉身。对，精神越是坚韧，越不被肉身所束缚，你体内的玄就越是稳固。葛洪甚至提到一种理想的终极状态，叫失解。失解就是形体虽然最终会朽坏，但你的精神，那个核心的玄得以永存，达到了另一种形式的永生。这象征着生命最终超越了物质形态的限制。哇，这四步从向内寻找到玄，到通过外在行为守护它，再到用精神力量运用它，最终超越肉身的限制，这个路径还挺清晰的。那如果真有人做到了守玄，他们会是什么样子呢？葛洪描述过这种理想状态吗？描述过，他描绘了两种不同层次的成功留住了玄的人。哪两种？上等的，简直可以成为宇宙旅行家。哈哈，这名字听起来就够玄乎的。他们怎么样？葛洪说，这些人啊，他们内在是极度圆满的，所以他们自然就有一种尊贵。得之者贵，不带皇越之威，不需要皇帝赐予权力才能显出威严。他们也自然富足，体之者富，不需难得之货，不需要占有金银财宝才觉得富有。内在的圆满带来的尊贵和富足。对，而且他们还有神通，能乘流光，测飞景，驾驭光影，高速遨游宇宙，凌六虚，贯寒容，自有穿梭。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飞升成仙吗？举六气于丹霞，吃云彩，喝霞气啊！哈哈，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他们可以直接汲取宇宙的能量，不需要吃咱们凡间的五谷杂粮了，能量只进不出，或者说收支平衡，自然就能长生不老了。这个境界确实是太高了，可能离咱们普通人有点远。那次一等的呢，会不会更接地气一点？对，次一等的，我觉得可以称为山林智隐，这个可能对我们更有启发。山林智隐，他们有什么特点？葛洪说，其次则真知足，核心就是这三个字，真知足。真正的知足。对，
因为他们内心真正满足了，所以也就不再向外去追逐那些名利啊、享受啊什么的了，就能做到肥钝勿用，移光山林。找个安静的地方待着，比如山林里，移光，保养自己的精神，也就是保养那个玄。没错，他们能安于简朴的生活，离履带锁，就是穿着破旧衣服，系着草绳，但他们不以冒龙章之伟爷爷，不愿意拿这个去换当官穿的那种华丽官服。内心富足，不在乎外在的。对，腹部胀掐，就是自己拄着拐杖走路，但不以节祀之落爷爷，也不愿意拿这个去换坐那种高头大马拉的豪华马车。这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处世智慧吧。是的，他们还懂得韬光养晦，藏夜光于松秀，把夜明珠藏在深山里，沈鳞甲于玄渊，把龙啊、龟啊这些生物的鳞甲沉在深渊里。就是说，有好东西也不显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纷争。低调避祸。对，他们的精神境界很高，已经超越了物质的束缚，吟啸苍崖之闲，而万物化为尘分。在悬崖边上唱歌歌，感觉世间万物都像尘土一样不重要了。遗言逢柯之下，而诸户变为绳出。在大树底下开开心心的，觉得住豪宅、住户跟住茅屋、绳书也没啥区别。因为他们的快乐不是来自于外在的物质条件，而是来自于内心的平静，来自于那个被好好守护的玄的充盈。完全正确。我明白了，无论是追求飞升的那个宇宙旅行家，还是安于山林的山林智隐，他们成功的核心其实都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减少了好玄的行为，实现了守玄的目标。是的，这么听下来啊，唱玄这天东西，虽然表面上谈的是神仙啊、长生啊这些看似很遥远的事，但它更深层的价值，好像是提供了一整套关于，我们该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如何活得更自主、更有能量的哲学。你这个总结特别好。我觉得唱玄的核心就是提供了一种生命自主的可能性。它告诉你，生命不完全是被动的，不是只能眼睁睁看着它流逝。通过认识和把握那个最根本的能量玄，你是有可能主动选择一种更长久、更内在圆满的生活方式的。而且葛洪确实挺厉害的，他把之前道家讲的那个比较抽象的道，给具体化成了这个可以感受、可以把握的玄，又把玄学讨论的有和无跟长生这个具体目标联系起来，还给当时那些零散的神仙方术提供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哲学依据。对，他把这几股思潮给整合了，让长生这件事儿从一种虚无缥缈的传说或者少数人的实践，变成了一套有理论、有方法可以去追求的体系。这在当时那个战乱频人、人命如草的年代，肯定给了很多人一种希望吧，或者说一种不同于主流活法的选择。没错。那么咱们聊了这么多古代的智慧，这个古老的选择题，你是选择好玄的生活，还是守玄的生活？对咱们今天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我觉得意义太大了，简直就是直指当下啊！你想想，我们现代社会，很多人抱怨的996，拼命工作，内卷的不行，压力山大，搞得身心俱疲，这不就是典型的好玄状态吗？确实很像。很多人都感觉身体被掏空，精神也特别焦虑。对，那相对的呢，现在也有很多人开始反思了，或者寻找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确幸，更强调内心的平静和满足感。这在某种程度上，不就是一种现代版的守玄尝试吗？虽然不一定是为了长生不老，但也是为了活得更健康、更快乐、更有质量。对，其实选择权一直都在我们自己手里。你可以选择继续那种无休止消耗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可以有意识地选择一种更能滋养自己生命能量的生活方式。是的，而且听你刚才讲的守玄方法，好像也并不意味着我们非得跑到深山老林里去隐居才能做到。当然不是，葛洪的智慧完全可以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是些很朴素的道理。比如说呢，咱们能做样什么？比如啊，咱们前面说的过度使用感官好玄，
那反过来，少刷点那些让你眼花缭绕、心神不宁的短视频和信息流，多留点时间给深度的阅读，或者就是安安静静的自己待一会儿，这不就是在守视觉和心神之弦吗？有道理，少刷手机，多静心。再比如，过度享乐好选，那反过来，吃饭只吃7、8分饱，晚上别熬太晚，作息规律一点，这不就是在守身体之弦吗？饮食有节，作息规律。还有追逐名利好选，那反过来，少点跟人攀比，多关注自己真正拥有的东西，学着知足常乐，这不就是在守心性之弦吗？减少攀比，知足常乐。另外，还可以主动地养一下内在的弦，比如坚持适度的运动，让身体保持活力，或者每天哪怕花个几分钟做点简单的静坐，感受一下自己的呼吸和身体。适度运动，练习静坐，这些听起来好像都是在做减法。没错，是做减法，减少那些不必要的、过度的消耗，才能更好地保存和滋养我们内在那个最核心的生命能量。这可能就是格洪这篇畅玄跨越了1700多年，到今天依然能给我们带来启发的最实际的价值所在吧。我想是的。好了，那我们今天关于格洪畅玄的这次探讨，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格洪说的那个玄，也许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那股最本源的生命能量，或者叫生命力。那么最后留给你的思考是，在你自己的亲身体验里，你感受到的那股内在的能量，那个玄，它是什么样的？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又有哪些行为你觉得像是在给它充电，在滋养它？又有哪些行为像是在不知不觉中让它悄悄地漏电呢？这个问题可能值得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去细细地品味一下。好问题。感谢你的收听。